近日，一位日本专家的发言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甚至是中国人的愤怒。他宣称，一旦日本岛因海平面上涨沉入海底，中国必须无条件接受 1.3 亿日本人。此言一出，立刻引来中国网友的怒斥。在这般亡国灭种的灾难面前，日本人想当然地想到了举国迁移至中国领土，并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逼迫中国，利用中日一衣带水的关系绑架中国，要求我们必须为日本的处境分忧。那么，日本未来真的会沉入海底吗？如果这一天到来，中国又将会作何选择？1973年，日本作家小松左京创作出科幻小说《日本沉没》。这部作品不仅成为日本最畅销的小说之一，据此改编的同名灾难电影更是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该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主人公在深海考察期间意外发现日本东部海沟出现地壳活动异常情况。他据此预测日本四岛将会出现强烈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重大自然灾害，并最终引发日本诸岛的沉没。电影上映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巨大反响，日本沉没成为民众屡屡谈起的话题，甚至被科学家列入重大研究课题之一。而经过日本科学家的细致考察发现，小松左京在书中的预测和描述并非空穴来风，日本理论上的确存在沉没风险。一旦这一天来临，日本列岛上上亿国民将何去何从，便会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而日本人的选择是将责任和负担完全抛给中国。日本专家想当然地认为，中日两国有着长达上千年的关系，在如此重大的国家灾害面前，中国人理应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向日本伸出援助之手，必须为上亿日本民众提供一个安家之所。站在客观角度而言，邻国发生亡国灭种般的特大灾难，中国于情于理都不会坐视不理，但日本人强势凌人、理所应当的态度却十分令人厌恶。因为对方没有顾及上亿移民将带给中国的后果，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治安问题、社会成本、民族矛盾等等，统统不在日本人的考虑范围内。对方使用了必须接受这样的字眼。不过，更令中国人无法接受的是，日本人没有考虑到中日两国近代历史无法抹除的仇怨，或者说，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曾经对中国犯下的血债。中日两国曾一衣带水不假，双方交往历史绵延上千年。近代社会以前，日本一直是以学生的身份自居，学习中国的文化，接受中原王朝的恩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莫大恩惠。接触中国之前，日本人甚至没有自己的文字。南北朝时期，在全盘接收汉字的基础上，日本才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字体系。到了近代社会，率先展开明治维新的日本一跃成为资本主义强国。这一时期，二者转换身份，中国成了学习者。纵观两国千年交往史，友好和平、互相学习一直是主旋律。直到日本军国主义上台，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日本人在崛起后竟恩将仇报，将侵略之手伸向了曾经的师长友人。甲午海战，日本拉开对中国的侵略序幕，后续的八国联军侵华、辽东半岛、东北，日本人的侵略野心空前膨胀。尤其是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日本的民族劣根性在这一刻更是彰显无疑。侵华期间，日寇对中国犯下无数血债。9·18事变爆发不久后，日寇就在长春活埋了200余名中国俘虏。同年11月，在齐齐哈尔捕杀中国数百名伤兵。1932年9月，制造抚顺平顶山惨案，屠杀3000多名手无寸铁的村民。1937年12月13号，日寇更是血染南京，将30万平民屠戮一空。8年全面侵华期间，日本人的屠刀从稽查镜挥到山东，又从苏皖砍到中原腹地，期间至少有318万无辜军民被杀害。更惨无人道的是，日寇还无视国际法，悍然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用到中国军民身上。731、100等特殊部队通过极其残忍的方式屠杀2万余名中国人民。从1940年开始，日寇开始将细菌武器、化学武器投入战场，感染力、破坏力极强的霍乱、鼠疫等恶性细菌被日寇撒向华北、华中、川渝等广大地区，数十万居民在病毒的折磨中惨淡离世。在中国民众的居民区，日寇还频繁释放毒气，向井水与河水投毒，18个省区的近10万民众因此丧生。1945年日本人投降时，尚在中国各地留存了200万发毒气弹。日本人惨绝人寰的行径早已超脱了战争的范畴，是对中国人赤裸裸的屠杀，是想要将中国亡国灭种，彻底占据中华大地。最可恨的是，战后日本人对此却矢口否认，甚至至今没有向中国正式表达过歉意。
侵略者的到来。站在科学的角度，日本列岛的确存在沉入海底的可能。如果换作其他任何一个邻国，中国人民或许都会出于人道主义原则施以一定的援手。即便是没有道歉和悔过的日本，中国也不可能做到绝对坐视不理。但日本专家一句必须接受日本民众的宣言，彻底断绝了中国元首的最后一丝可能。从日本人的发言中不难听出，他们对侵华战争没有丝毫的悔过，甚至怀疑战争的真实存在性。可对中国人来说，侵华战争这笔血债是民族之耻，10几亿国人永远的心头之痛。在日本人没有彻底认错之前，中日之间绝无放下芥蒂走向新未来的可能。至于接收日本人到来，更是天方夜谭。